雪诺，今天是我订婚的日子，你这是要干什么？姐姐，就因为你今天订婚，我才要找人睡了你，看你还怎么和霍家联姻，得父亲器重。过了今晚，我就是沈家唯一的亲戚。好好伺候我姐姐。小美人儿，爷今天就好好让你爽一爽。别过来！站住！我被人下了药，帮我，我会对你负责。不知廉耻的东西，竟然在订婚之日做出这种下贱的事，全家的脸都让你丢尽了。是他，姐姐还想污蔑我不成？你马上就要嫁人，还这么迫不及待的跟野男人苟且，是不满意父亲对你的安排吗？我没有爸，别叫我爸，陈家没有你这样的女儿。沈雪诺，你害得我被退婚，名声尽毁，现在我无力反抗，但总有一天我会回来查明真相。霍总，我们找了一整天，把这座山都翻遍了，还是没有找到昨晚的女人，那就继续找。她肩膀有蝴蝶形状的胎记，无论如何都要找到她。是，我说过要对你负责，你到底在哪儿？霍总。宝贝们，国内没有人认识我们，一定要这么高调炸街吗？妈咪，我们也想低调，可实力不允许呀。好吧。妈咪，这是云城首富霍廷钧的资料，别忘了你这次回国的任务。宝贝，你为什么一定要让我回来给霍廷钧治腿呢？据我所知，以霍廷钧的腿伤程度，只有妈咪这种享誉国际的神医才能治疗。你少给我扣高帽！关键是单亲妈咪养仨娃，压脸山大，妈咪不去挣口粮，吃什么呀？什么时候也没饿着你们呀？妈咪你就去嘛！好，好，好，听你们的，我去叫车，你们在这儿乖乖等着。好的，妈咪。哥，你确定那个霍廷中就是我们爹爹吗？不确定，所以要想办法跟他做一个 DNA 检测。他又不在这里，我们怎么做呀？谁说不在？我已经提前通过无线电追踪窃听到他的行程，今天霍廷中就在机场。哦，所以你才订了这个航班？没错，按理说现在应该已经到了呀。霍总，量子计算机的项目已经投入超过100亿了，技术再没有突破性进展，我们前期的投入就都得打水漂了。下个季度之前务必招到科技领域的专业人才。云 A8473就是他。我们先干扰信息素，让车停下。然后再不用这么麻烦。什么情况？是我出现幻觉了吗？那个小萝莉居然徒手拦停了汽车！有我服了，这个沈西西。疯了疯了！你到底是什么怪物？我才不是怪物，我是大力美少女沈西西。就是他。怎么回事？老板，这个小女孩一脚就把咱们价值600万的奔驰1号给干报废了。对不起，我们会赔偿的。你们几个小屁孩怎么赔偿啊？帅爹爹！西西，你别乱叫，不好意思啊，叔叔。没事。怎么会没事？老板，你看这车。够了，只是一辆车而已，别吓到孩子。小朋友，你没受伤吧？我妹妹是跆拳道黑带10段，天生神力，这点重量对她来说小 case。徒手拦车还小 case 啊？小朋友，你也太厉害了。我对这孩子为什么会有种亲切感？
既然你们没事，就去找妈妈吧，车不用赔偿了。不行，我妈咪说了，弄坏东西就要赔偿。我看你们在开发量子计算机技术，我给你们指点一二，就算赔偿啦。你还懂这个？小二哥，这个项目可是涉及科技、医药、通讯等多个先进领域，你没开玩笑吧？我沈昭昭从不开玩笑。给的。基础模型就是这样，想要详细方案还需要花时间演算。这孩子还真的会啊！他看起来你这不溜水的样子，竟能画出如此复杂的图纸。很难吧？我3岁就会了。3岁？天啊！这算什么？我哥哥2岁就是门萨顶级会员，是 IQ 高达180的天才儿童。哦，你这么厉害，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的开发项目？霍总，你是认真的吗？不然你还能找到比这厉害的人才吗？你想干什么？不好，小妹暴露了。叔叔好凶，好吓人。不是霍总，我刚看他鬼鬼祟祟靠近你，不知道想干嘛。那你也不用这么大声啊，不怕不怕。我二哥通晓法律，吓坏我，小心他告到你倾家荡产。孩子们，你们妈妈呢？我可以见见他们。这还不简单，我妈咪在那边。西西别说。你说那边那个是你妈妈？对啊，漂亮吧？这个烂片。哎呀，那不是我妈咪，我妈咪是我。说，你想见我们美女妈咪，是不是要追求她？我是想让你妈咪同意你加入项目开发，你能带我过去找她吗？糟了，我们不能让妈咪知道我们擅自来找霍廷军。那怎么办啊？那个帅叔叔，我们还有点事儿，合作的事儿，下次再说。木木、西西，我们走。小孩哥别走啊！我们这个项目不能没有你啊！这是我的名片，有需要再联系，拜拜。哎，给霍总，这几个孩子才多大就这么厉害，真想看看他父母是什么人。怎么了？霍总，你不觉得那几个孩子和你长得很像吗？你去查一下，看看能不能查到他们的父母信息。明白。小妹，拿到霍廷军头发了吗？没有，都怪那个助理叔叔。那怎么办啊？不过我抱他的时候拿到了这个9天房卡。我有办法了，霍廷军他逃不掉的。还敢乱跑！终于抓到你们3个了。哥，出事了！妈要给你办联谊会，说这次你务必到场。他又搞什么幺蛾子？还不是因为大师给你算命，说要有一个跟你八字天合的人结婚才能保你平安。之前那个女孩订婚当天失踪了，现在还得再选一个。我只相信科学，这种事你去就行，不用再跟我汇报。哎，得，又成我的活了。霍总，那位享誉国际的沈医生终于同意接诊了，他刚发来了联系方式，只要他肯出手，您的腿一定能治好。但愿。宝贝们，妈咪去开房间，你们在这等我。妈咪，你在这里休息一下，这种小事我们去就行了。好吧。一会儿我们就把这张房卡给妈咪，那妈咪和爹地岂不是就要见面了？就是要让他们见面，看看他们有没有火花。唉，我们为了爹地妈咪真是操碎了心呢。妈咪，你先进去，我们到楼下给妹妹买根棒棒糖。好吧，别跑远啊。累死了，先洗个澡休息一会儿。霍总，房卡已经补办好了，请进。
什么情况？韩林，你谁呀你？为什么进我的房间？说不清楚我就报警了。这位小姐，这个房间是我3天前就预定好，要报警也是我报警。贼喊捉贼！我现在就让警察来把你们抓走。别，可能是酒店搞错了，一个房间订出去2次。真是倒霉，这房间我不住了。好熟悉的味道，难道是他？再见。等一下，你想干嘛？你变态啊！先是偷看我洗澡，又把我拉到你身上，还要扒我衣服，都坐轮椅了还不老实，小心我告你性骚扰！你冷静点，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可能是我想多了，哪会有这么巧的事？小姐，刚才我只是拉你，是你自己坐上来的。你说什么？大哥派我来查看情况，爹地妈咪怎么吵起来了？这可不行！妈咪，阿咪，这是机场的那个小孩，他是你孩子。你想干什么？这话应该我问你，你煞费苦心接近我，想干什么？你什么意思？先让孩子在机场接住，然后跟我办理同一个房间入住，假装巧合故意接近我。你可真是机关算尽！你以为你是谁啊？云城首富吗？不会吧？你还真是云城首富霍廷钧？还想装什么？连我的资料都准备好了，难道不是早有预谋？说是谁派你们来的？叔叔，您误会了，我和妈咪一直生活在国外，今天是第1天回国，没人派我们接近你。所以你们是想说，今天的事都是巧合？信不信由你。不是巧合，难道还是我故意接近你啊？你也太自恋了吧！是我自恋还是你另有所图？你自己心里清楚。你，好，希望霍总记住自己今天说过的话。我现在还有事，恕不奉陪。默默，我们走。我还真是胡思乱想，居然把这个蛮横的女人跟6年前那个人联系起来。韩林，去查清他的身份，看看是不是二叔派来的。是，霍总。艾比，通知霍家，霍廷钧的腿我不治了，1个亿的诊金我也不治，这个自大狂让他后悔去吧。老大，我们得知你妹妹沈雪诺明确参加云城世家举办的联谊舞会，把位置发给我，有些账该算一算。沈雪诺，当年你害我被赶出沈家，如今你想觅得良婿，我这个当姐姐的自然要来给你贺喜。哥，赵家的千金、李家的千金、李家的千金全来了，你确定不出现一下吗？不管，你自己看着办。来了，霍总为人低调，很少露面，今天总算要看到真容了。怎么还戴着面具呢？欢迎各位来到霍氏集团主办的联谊舞会。今天晚上我们会从众多单身女青年中选择最优秀的一位与霍家长子联姻，请各位尽情散发自己的魅力吧。这霍氏集团的联谊会就是不一样，真是百花齐放啊！还是沈家的千金姿色最为出众，看来她被选上的希望最大了。沈姐姐今天的穿戴价值不菲啊，看来为了霍家的联姻会没少下功夫。霍家是云城最顶尖的豪门显贵，大家都是奔着霍太太位置来的，妹妹就别取笑我了。谁不知道沈老爷一心想让自家闺女嫁入霍家这样的超级豪门？沈家的大千原本不也是要联姻的？是啊，这么说，你姐姐要是6年前没有失踪，今天也轮不到咱们了吧？她就是个不知检点的破鞋，连站在这里的资格都没有。沈氏千金到，他回来了。这是谁家的千金啊？
气质如此出众。刚听着喊的是沈氏千金，这沈家的千金不是在这儿呢吗？怎么又冒出来一个？难道她就是沈家6年前失踪的大女儿？本来就是串个场，没想到还有好戏看。沈雪诺，好久不见。沈之言，没想到你还能回来。我当然要回来，回来看看我的好妹妹和后代过我的沈家。雪诺，这就是你那个失踪6年的姐姐啊？什么姐姐？她6年前跟野男人苟且，败坏家族名声，早就被沈家除名了。没想到沈家的大女儿还有这么一段风流习事，怪不得沈家不要她。6年前我为什么被退婚，被赶出沈家，你心里最清楚。是你自己愿意跟野男人双宿双栖，干出那种伤风败俗的事，我清楚什么？我告诉你，沈雪诺，我已经不是6年前那个任人欺凌的沈之言了。你曾经对我做过的那些事，我会一笔一笔的讨回来。我不懂你在说什么。今天是霍氏集团的联谊会，你胆敢在这里闹事？保镖，把这个女人赶出去！不许欺负我妈咪！不许欺负我妈咪！这小女孩也太猛了。不过那个男孩长得好像我哥。宝贝，你们怎么来了？哥哥怕你被坏女人欺负，让我们来保护你。好啊，沈之言，你不但跟野男人行苟且之事，现在连孩子都有了，真是不知羞耻。不许你这么说我妈咪！这儿哪有你说话的份儿？你凶谁？我凶他们？怎么？你6年前乱搞生出来的，我凭什么不能凶？沈之言，你敢打我？我打的就是你！你污言秽语，凶我孩子，就该打！你，沈之言，今天是霍氏集团的联谊会，你敢在这里打我，就是打云城首富霍总的脸！云城首富霍总？你是说霍廷钧？霍总，不好了，那个沈医生又拒绝给您治腿了。什么？他不是已经答应了吗？怎么出尔反尔？可能是因为您得罪他了。我什么时候得罪他了？我们刚得到沈医生的资料，这是他的照片，您看看就知道了。是他。霍廷钧，那不就是找我治病的那个自大狂吗？昨天偷看我洗澡，今天就在这儿搞选妃，我还真是没骂错他。怎么？怕了吧？等我当上霍家的少奶奶，你和这帮小东西就再没有立足之地了。你就这么肯定自己能当上霍家的少奶奶？你这话什么意思？我当不了，难道还是你当啊？这沈家二小姐的条件确实比她姐姐差一点。有那么出处的女人在，沈雪诺被选上的机会就渺茫了。她一个生过孩子的破鞋，怎么可能被选上？她给霍家刷马桶，人家都嫌她脏。你干什么？你嘴太臭了，我帮你洗洗。保镖，你们瞎了吗？还愣着干嘛？把这泼妇还有她的孩子腿打断，拖到局子里去！我看谁敢！她不过是个沈家的弃女，打坏了我负责。沈小姐得罪了。西西，保护妈咪！妈咪！木木，别过来，不然我弄死他！不要！别过来，不然我弄死他！不要！沈雪诺，你放开我孩子！沈之言，你刚才不是挺厉害的吗？现在我看你还怎么嚣张！沈雪诺，你敢伤害木木，你信不信我让你这辈子都进不了回家的门？艾比，
让霍廷中10分钟内到洲际酒店宴会厅来见我，我就答应给他治腿。快！沈之言，你算什么东西？事到如今还敢威胁我？我今天就让你知道得罪我的代价！不要伤害我的孩子！现在知道怕了，早干嘛去了？沈雪诺，你到底要干什么？我要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跪下，给我磕头认错。你说什么？这姐姐跪妹妹，大逆不道啊！你跪了还是不跪？别碰他！沈之言，机会我给你了，是你自己不珍惜。你别怪我，要怪就怪你妈不识抬举。我跪！我看谁敢动他！霍廷君，这女人到底跟哥什么关系？一个电话就把她叫来了，这下好戏要升级了。哪来的死瘸子，也敢在这儿叫嚣？赶紧给我滚出去！沈雪诺，就你还想当霍家少奶奶，连真正的霍总都不认识？你来这儿是为了搞笑吗？沈之言说什么？那人是霍总，真的假的？哼，假的吧？叱咤商界的霍氏总裁怎么可能是个瘸子？你说这瘸子是霍廷君？你才是来搞笑的吧？想装认识霍总，也不说雇个像点的，找了个瘸子陪你演戏，是钱不够了吗？放肆！谁给你的胆子这么说霍总？说这死瘸子还需要胆子吗？你们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你们连给霍总提鞋都不配。你够了！就是，这人居然冒充霍总，真是胆大包天。霍主要真是个瘸子，我们还能上赶着嫁给他。你说我不是霍总，那谁是霍总？真正的霍总在上面坐着呢，你算什么东西？沈雪诺，你一会儿可别后悔。我后什么悔？该后悔的人是你。霍总，这个沈之言居然找了个瘸子冒充您，这不是打您的脸吗？您一定要好好的教训他们，再把他们全部丢出去。就是把他们丢出去，别耽误我们参加联谊舞会。对，把他们丢出去，把他们丢出去。沈之言，你就等着被霍家处置吧。霍总，这个身份还是还给你。你说什么？你不就是霍总霍廷进吗？我什么时候说我是霍廷君？我是他弟弟霍彦龙。这么说，这个人……没错，这才是霍氏集团的掌权人，霍廷君。怎么会？他怎么会是霍总？这人居然真的是霍廷君，霍总。沈雪诺刚刚那样羞辱霍总，他肯定完蛋了。我们还说把他丢出去，完了，怎么办啊？霍总，我不是故意的，我有眼不识泰山，冲撞了霍总，求霍总原谅啊！我哥心眼小，向来有仇必报，原谅不了一点。霍总，您打电话所谓何事啊？是不是我女儿被霍家选上了？你女儿永远都不会被霍家看上，而且因为她今天的愚蠢行为，霍氏集团将停止一切与沈家的合作，好自为之。什么？霍总，怎么了？这是？霍总要切断和沈家的一切合作。沈怀忠一心想跻身顶尖豪门，这也算是他罪有应得。霍总，求您高抬贵手，饶了我们家吧！求我没用，得求他。我？她一个弃女，我要求她！如果你不愿意，你们家的事我也无能为力了。我求！姐姐，求你看在沈家的情面上，饶了我们吧！我跟沈家没什么情，我受的苦
也不是你一句两句求饶能弥补。拖出去吧，我嫌恶心。把他拖出去，不许再踏足霍家产业。志言，你别得意，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还有那边几个，你带下去，巴洛各家家主好好教育。哎，西西，谢谢帅叔叔。不用谢。没想到这么可爱的小女孩也是你孩子。哎，你什么意思嘛？霍总的意思是沈小姐美丽大方，孩子也活泼可爱。哥明明对人家有意思，还这么毒舌。沈医生，你到底怎样才肯帮霍总治腿啊？霍总的腿等不起了。妈咪，帅叔叔今天帮了我们，我们也应该帮他呀。你不是教育我们要知恩图报吗？那好吧，我同意。不行，我不同意。哥，你搞什么？你不想让爹地妈咪好啦？这是大哥交代的，你不懂。小祖宗，你妈咪都同意给霍总看病了，你这又是什么情况呀？在商言商，诊金都没谈妥，怎么能随便答应？言之有理，之前谈好的诊金是1个亿，我再加2成，还不够，2成可不行。你今天先是误会我，又惹妈咪生气，做错事情就要受罚，得翻倍。翻多少倍？10倍。10倍？那不就是10个亿？木木，你别胡说，这太多了。男人在谈正事呢，女人别捣乱。霍总，腿和钱你选一个吧。你是懂谈判的，我同意。电子合同签一下吧。霍总，合作愉快。合作愉快。几句话就赚了霍总10个亿，你投胎是没喝孟婆汤吗？现在的小孩都成精了。沈医生，既然合同已经签了，我希望尽快开始治疗。我先找个房子，把孩子安顿好，就可以开始了。房子的事好说，韩林你安排一下。是。哥，你在云城1号不是有2套别墅吗？不如让沈小姐住一套，你住另外一套，离得近也方便。可别说弟弟没帮你。沈医生觉得呢？也好，那租金就从诊金里扣吧。我霍家还不缺那点租金，我现在就回去等着沈医生了。这个霍廷钧真是的，自大狂，还冷脸怪。可是妈咪不觉得帅叔叔挺暖的吗？帮我们出气还特别大方，是爹地的好人选。这个沈西西也太心急了，大哥说还要考察考察呢。什么爹地，人小鬼大。走，去接你哥哥，一会儿还得去给冷脸怪治腿呢。哥，你不觉得那个男孩子长得跟你小时候很像吗？二少爷你也这么觉得？我早看出来了。这些年来冒领身份的女人和孩子还少吗？还是谨慎点好。这是西西的毛发样本，你去找个信得过的医院做 DNA 检测，记住不要让外人知道。交给我吧。哥，当年那个女人，你就一点想不起来她长什么样吗？当年我中了毒，还下着大雨，我完全记不得她的样子。不过我一定会找到她的。霍总，我要开始检查了。霍总，你这样乱动，我是没法检查的。沈医生，我哥是瘸了又不是废了，他这么多年不近女色，你这样他很难不乱动的。怎么样，沈医生，霍总的腿还能治好吗？霍总应该是出过很严重的事故吧？像这种腿伤的严重程度，确实很难再站起来。霍总的腿真的没希望了吗？西医确实没办法了，不过中医可以。霍总虽然腿伤多年，但后续的医治和保养得当，通过我独特的针灸是可以治愈的，起码重新站起来是绝对没问题的。太好了，哥！现在把裤子脱了。脱裤子？你这也太直接了。霍总本来就害羞，再说我们还在这儿呢。你们在想什么啊？我要给他针灸，穿着裤子怎么下针？这样呀，误会了。你忍忍，疼就说明腿已经开始恢复知觉了。把这个吃了。这是什么？当然是药啊，难道是毒不成？沈医生，你误会了，霍总6年前被人陷害中过毒，
从那以后吃东西非常小心，怕再出意外。6年前他也中了毒，这么巧，在哪儿中的毒啊？我哥当时是在叶狼，我忘记了，等我想起来告诉你哈。哼，还保密，我也懒得知道。这药是我自己配的，对痛经疏落、活远化瘀有侧效，外面多少人出高价我都不卖。你不吃拉倒。你不是不吃吗？可气氛怎么有点开窍了？不对啊，我到底在干什么？那个霍总，这儿没什么事儿，我俩就先出去了。哎，其实我一直想问，孩子们爸爸呢？死了，坟头的草都3尺高了。啊什么啊！我是当他死了，又不是真死了。死混蛋，别让我找到。所以沈医生，你不知道你老公在哪儿？他不是我老公，我是6年前中了毒遇到他的，然后才有了孩子。他也是6年前中的毒，他会不会是我要找的那个女人？你在哪儿中的毒？不好意思，我忘记了。之前木木说过，他们一直生活在国外，那沈之言就是在国外中的毒，应该不是6年前那个女人。今天的治疗就结束了，霍总记得坚持做康复训练啊！这手感，没想到自大鹏的身材这么好，平时肯定没少锻炼。沈医生不打算起来吗？那霍总，我就先回去了。奇怪，我居然不防止这个女人碰我。你知不知道，沈家差点因为你破产了？爸，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那个瘸子就是霍廷钧。现在霍总肯定不愿意见我了，怎么办？那你就不会去见他，拿不下霍总，你也别回沈家了。可是我已经有办法了。当年霍家就是看中了沈之言的生辰八字，所以还没见人就订了婚。所以这次联谊会，我把他的生辰给你报上去了。结果怎么样？霍夫人已经看上雪诺了，指明让他跟霍廷钧订婚。太好了！这次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务必拿下霍总。女儿知道了。喂，妈。廷钧，我在上次的联谊会上找到了跟你八字天合的女生，她就是沈家的千金沈雪诺。什么？我马上就回来给你准备订婚的事，这次绝不能再出什么岔子了。霍总，不好了！说，量子计算机项目又出问题了。什么情况？工程局小孩哥的草图做出了大致模型，但缺少关键数据，项目又卡住了。为今之计，只能把小孩哥请到公司来了。我真的是霍总的未婚妻，你就让我进去吧。不好意思，没有预约，不得入内。麻烦让一让。你好，这是我的名片。好的，请稍等。你刚说你是霍廷钧的未婚妻？是啊，我马上就是这里的女主人。霍廷钧品味真差。你说什么？我进不去，你一个小屁孩更进不去。先生这边请。什么？请，这个小屁孩也没有预约，凭什么他就能进去？他是霍总的贵客，跟您不一样。你什么意思啊？字面意思呗。怎么样，小孩哥？只是需要计算一些关键数据，给我这个时间，我就能计算出来。什么？你只需要3天就能算出来这么复杂的数据？这么有把握吗？小 case， 只不过让我进去。对不起，霍总，这位小姐非要闯进来。你先出去。廷钧哥，上次的事是个误会，我今天特地带了礼物来跟您赔罪，还请你给我个机会。你不要以为说通了我母亲就能嫁进霍家，我是不会跟你订婚的。拿回去。廷钧哥，这个拉夫劳伦的领夹是我专门找意大利的工匠定制的，你就收下吧。这种假货，怎么好意思让别人收的？你说什么？你说什么？这可是全球顶尖的高奢品牌，怎么可能是假货？哎，真正的拉夫劳里领夹采用的是镶嵌磨金工艺，你这明显是镀金，而且上面宝石的净度也没有达到V6等级的标准，所以这明显是个假货。没想到小孩哥对高奢品也有研究。略懂，略懂。你一个小孩子懂什么？这明明就是真的，是不是真的？一验便知。谁让你验了？回家看你的动画片吧。霍氏集团可不是你这种小屁孩能来的地方。他不但能来，还是霍氏集团请来的。要是你不请自来打断我们会谈，我就问你，霍氏上百亿项目的损失，你付得起吗？我还不快滚出去！小二哥，你刚刚说可以帮我们计算数据，只不过什么？只不过
霍总必须洁身自好，不能在外面沾花惹草。这和我们合作有关系吗？关系大了去了，你要不是我爹地，谁帮你啊？你说什么？哥，妈咪去霍氏集团找你了，赶紧走。你去哪儿？我妈咪来找我了，数据3小时后发你，我先走一步。沈之言，难道他和霍廷钧？不行，我绝不能让他有可乘之机。刚刚手表显示潮潮的定位就在这儿啊！霍总，你不觉得小儿哥比木木还像你吗？而且他还对你这事这么上心，不会他才是你儿子吧？你看谁都像我儿子。哎，对了，沈医生姓沈，小儿哥好像也姓沈，难道小儿哥是沈医生的儿子？越说越离谱，有2个天才孩子就够了，他还能有仨？那可说不准。你去查一下监控，看看刚刚到底谁来了。是。霍廷钧，沈医生，你怎么来了？难道沈之言真是昭昭的妈妈？昭昭的定位怎么会在霍氏集团？算了，我先糊弄过去吧。我不是刚给你扎了针吗？过来看看效果。哦，好。挺好的，我走了。这就走了？哦，对了，这个药每天3次，每次1粒，记得按时吃。霍总，沈医生这么关心您的病情，还专门来给您送药，不会是喜欢上您了吧？霍总，找到6年前那个女人了。喂，沈之言，你不是一心想知道你妈当年是怎么死的吗？你说什么？你现在来天悦酒店玫瑰厅，我就告诉你。沈雪年，我凭什么相信你？信不信由你。不过你今天如果不来，就再也没机会知道了。我现在过去。你是刘姐那个女人？给她。是啊，老板，我就是当年帮你解毒的女人。你当年是在哪里给我解的毒？就后山葛家坡那儿，你把我搂得可紧了。霍总，地点能对上。把衣服脱了。在这儿，你想重温旧情，也不用这么猴急吧？啊！你干嘛呀？不是他，出去。那这钱拿走！走。霍总，已经过去6年了，那女人可能都结婚了，您找到了又能怎么样？要不就算了吧。不行，我一定要找到她。我说过会负责。哟，来的还挺快的。说，我妈当年到底是怎么死的？那都10几年前的事儿了，我哪知道？不过我要是不这么说，你也不会来啊。我没空跟你废话。哎，先别急啊，喝一杯再走。沈雪诺，当年就是你骗我在订婚宴之前喝下那杯酒，害得我身败名裂。你以为我还会再上一次当吗？姐姐说什么呢？我怎么可能害你？我们可是一家人。什么一家人？当年要不是我母亲看你妈可怜，让她在沈家做女佣，她怎么可能有机会爬上沈回忠的床，还生下你这个见不得光的私生女？姐姐说这话就太没良心了。是你母亲身体不好，久病不起，我妈妈只是帮她分忧，照顾父亲而已。呸！不是发现你们母女的那些事儿，我妈会大病一场吗？会那么年轻就命丧黄泉吗？你们就是骗子，是强盗！姐姐说这话就是不肯原谅我们了。那我就有话直说了，这里面有300万，你拿上，带着你的小东西远离霍廷钧。哼，300万就想打发我？那你想要多少？多少我都不会走。你怕我挡着你进霍家的门？那霍廷忠这个人，我还就偏要争一争。沈之言，你别给脸不要脸！就算你缠着霍总又怎么样？他也不会多看你一眼。哦，要真是那样，你也不会急着拿300万打发我吧？霍廷钧他不但会看我，
而且他一天都离不开我。我是他的主治医生，他现在确实离不开我，气死你！你少得意了！实话告诉你，霍夫人已经同意我们订婚了。像你这种生过孩子的贱女人，永远也别想进霍家的门。那我们就走着瞧。石雪诺，你对我做了什么？沈之言，过了这么多年了，你不还是要栽在我手里？进来。你想干什么？我帮姐姐在楼上开好了房间，让你玩个痛快。带走！放手！放手！妈咪去找坏女人，怎么还不回来？不好了，妈咪的脉搏跳动异常，可能出事了。那怎么办？我们现在去来不及了。霍廷军就在那附近，马上给他打电话。爹地，妈咪出事了，你快去救她！霍总，刚才西西喊你爹爹，他会不会是……还想这个干嘛？救人要紧。是。位置显示就是这边啊，怎么没有呢？这样太慢了，分头找。好。美人，今天让我们哥俩好好玩玩。别碰我！你别挣扎了，等药劲上来了，你就舒服了。臭娘们儿，敢暗算老子！老子今天弄死你！大哥，别跟他废话。不要！住手！放开他！一个死瘸子还想英雄救美，真是自不量力。趁我大哥心情好，赶紧滚，不然一会儿有你好看的。该滚的是你们，否则我一定会让你们后悔终生。大哥，这死瘸子敢威胁我们，看来是真想当替死鬼。好，我这就送你上路。敢打我大哥，我跟你拼了！2046，马上带人过来。你怎么样？臭婊子，死瘸子！我今天非给你们点颜色看看！顾总，把他们送到警局，严肃处理。是。去死吧！沈之言！顾总。去死吧，沈之言！霍廷军，廷军，廷军！霍廷军，你醒了。霍总，您终于醒了。你不知道，刚刚沈医生哭得都快背过气了，劝都劝不住。人家医生都说了，你只是失血过多晕过去了，他还是哭个不停。沈之言是在担心我吗？孩子们要来看你，我去外面接一下。如果不是知道他6年前是在国外中的毒，我还真希望沈之言就是那个女人。霍总，沈医生6年前是在国内中的毒。你说什么？真的，他亲口说的。我真是蠢，6年了，还能一个陷阱掉2次。沈医生是说自己6年前在国外中毒的事。你怎么知道是听霍总说的。 6年前，我是中了毒。
但不是在国外，而是在国内。沈之言有可能就是6年前帮我解毒的女人。你好，这是你们之前让医院做的 DNA 检测报告。快给我！无血缘关系，他们不是我的孩子。确实，世界上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巧合的事？为什么知道他们不是我的孩子，我会这么失落呢？帅爹爹，我们来看你啦！西西来了。小孩哥，没想到你也是沈医生的孩子啊！嗯哼，我们3个都是妈咪的孩子。沈医生，你太厉害了，生了3个天才儿童。庭君，你感觉怎么样了？你叫我什么？庭君啊。谢谢帅爹地救了我们妈咪，这次多亏有你，不然妈咪就危险了。西西，别乱叫。没事儿。西西，你们和妈咪一起去我家住，我来保护你们，好不好？好。霍总可从没带女人回过家呀。你刚才说什么？我想过了，你带着孩子们住到我那儿，这样就不会再出现昨天的那种情况了。这会不会太打扰了？不会。妈咪，咱们去嘛。是啊，妈咪，去吧。好不好嘛？好好好，咱们去。你说什么？沈之言要搬去霍家住了？伯母你好，我是沈雪诺。雪诺啊，我还说这2天回国跟你联系呢，让你去庭君那儿跟他培养培养感情。我去不了了，伯母。怎么了？霍总他带着别的女人住进霍家了。什么？谁呀？这么大胆！她叫沈之言，是我同父异母的姐姐。之前因为私生活混乱，被我父亲赶出了沈家。她这样的人是万万配不上霍总的。岂有此理！我绝不允许这样的女人住进霍家！哦，回家了。西西，你慢点儿。先回去，我替给你安排。我和韩玉不能死。你们去吧。不好意思，我上次拿错报告了。哎呀，完了，人怎么都走了？我也不知道他们的联系方式，这事要是院长知道我就完了。霍叔叔的家好大啊！妈咪，我们要去参观。西西，你们别乱跑。没关系的，沈医生，我先把您的行李放回房间。谁给你的胆子，让你擅自住进霍家的？谁给你的胆子，让你擅自住进霍家的？您是？这位就是霍廷钧的母亲霍夫人，这个家她说的算。霍夫人你好，我并没有擅自住进霍家，我是霍总聘请的家庭医生，我叫沈之言。沈之言，你说谎都不打草稿，我跟你一起长大的，怎么不知道你还会治病呢？真是笑死人了。你不知道，不代表我不会。你别跟我耍花招，这些年打着各种旗号接近廷钧的女人也不少，别以为借着医生的身份就能攀上霍家。夫人，我对霍廷钧并没有非分之想，我是霍总再三邀请来给他治腿，不信你可以问他。治腿？你是说廷钧的腿伤可以治？
对，我现在正在努力，不排除痊愈的可能。那太好了，伯母您别听他瞎说，他就是想勾引霍总。你忘了他之前干的那些事儿了？他最擅长的就是装清纯，博取男人同情了。其实背地里脏得很，不然怎么会被我爸赶出去呢？沈雪诺，我为什么会被赶出沈家，你比谁都清楚。还有上次的事，需要我跟夫人讲讲吗？你没有证据就不要血口喷人。夫人，您赶紧让人把这个不讲规矩的狐狸精赶出去。这夫人，坏女人，不准欺负我妈咪！哎呦，好可爱的3个小娃娃，这跟庭君小时候长得可真像啊！沈医生，这都是你的孩子啊？是的，夫人。哎呦，你真是好福气啊！瞧这3个可爱的小团子，你们几岁了？奶奶好，我们5岁了。5岁，那就是6年前。难道糟了？不能让夫人以为这是霍廷泽的孩子。伯母，这就是沈之言6年前和野男人生的孩子，当时闹得满城风雨，我父亲还为此大发雷霆。这真的不是婷心的孩子吗？明明长得这么像。沈之言，你没经过夫人的同意，就擅自带着别人的孩子住进霍家，真是胆大包天！我现在就叫人把你们全都赶出去！来人！要不我们还是等庭君回来再定夺吧。伯母，霍总现在正被他蛊惑呢，等到时候就晚了，必须趁现在就让他们走。坏女人，最该走的人是你。对，你就是嫉妒我妈咪比你好看，比你讨霍叔叔喜欢，才急着赶我们走。你说什么？坏女人，羞羞羞！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把他们扔出去！住手！沈之言是我请来的贵客，你有多大的权利可以把他赶走？庭君，庭君，你回来了。霍叔叔，霍叔叔，乖。这么一看，他们就更像庭君的孩子了。不行，我一定要调查清楚。你为什么会在我家，还扬言要赶走我请的客人？是谁给你这么大的权利？沈雪诺。庭君，雪诺是我请到家里住的，刚才的事只是误会。是啊，庭君哥，沈之言先是大闹联姻会，现在又打着治病的旗号蓄意接近你，我担心他对你图谋不轨啊。你有什么立场担心我？沈之言是我请来治疗腿疾的，也是我让他带孩子们住进来的，没有人可以赶他们走，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这样也好，反正家里房间多，让沈医生带着孩子们住一间，我再给雪诺安排一间。随你，会议马上开始了，送我回书房。是。沈医生，容我问一句，孩子的父亲呢？孩子的父亲去世了，看来问是问不出什么了。沈医生，能不能让我带孩子们去熟悉熟悉环境？当然，走吧，孩子们。沈之言，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就你这种货色，还想嫁进霍家，趁早死了这条心吧。原先你可能还有点机会，现在霍夫人回来了，她自会主持我和霍总订婚的事，你到时候还是得乖乖给我腾位置。可我看霍夫人还挺喜欢我孩子的，你自求多福吧。沈之言，我一定比你先拿下霍总，到时候让你在云城再无立身之处。谢谢奶奶带我们参观别墅，您累了吧？我给您捶捶背。奶奶渴了吧？奶奶喝水。好好好，谢谢宝贝。奶奶吃橘子。是你想吃了吧？奶奶给你剥啊。谢谢奶奶，奶奶是全世界最好的奶奶。这几个孩子若是真的是我孙子孙女，我做梦都能笑醒。霍总，老夫人似乎在怀疑那3个孩子的身份，已经私下找人调查了。他们不是我孩子的事，先不要告诉他。霍总，这样他对孩子们也会好一点。您也是煞费苦心啊。那您休息，我回去了。你干什么？霍总，谁让你进来的？没有人让我进来，是我自愿服侍霍总的。你给我出去！霍总，您父母和我父亲已经同意我们的婚事了，等婚书送到，我们就是真正的一家人了。我愿意提前把自己交于霍总。我母亲的意愿并不代表我的，
他现在刚回来，我不想惹他生气，但你最好摆正自己的位置。霍总，你是想自己出去，还是我找人把你扔出去？我知道了。霍提俊这块硬骨头还真难砍。如果要订婚，我更希望是你。妈咪，沈之言，别碰我，别碰我！妈咪，醒醒！妈咪又做噩梦了，怎么办？妈咪别怕，我们都在，我们一起保护妈咪。哥哥怎么办？怕妈咪醒不过来。霍叔，你来了，妈咪做噩梦了。没事，我在，别怕。他居然会怕打雷。嘘，哥，你看，妈咪真的安静下来了。哥哥，你不觉得霍叔叔跟妈咪很般配吗？霍叔叔细心负责，适合给妈咪当老公。好啦，你们的妈咪我会照顾好的，你们快睡觉吧。霍叔叔，你可以在这儿陪陪妈咪吗？我不会走的，你们快睡觉吧。昨天晚上打雷做噩梦，是他一直在照顾我和孩子们吗？霍叔叔，嘘，嘘，妈咪还没醒，我们小声点，不要吵到她。来，我给你们穿衣服。把小手伸出来。哎，乖。我戴这个好不好看？西西戴什么都好看。一会儿咱们下楼吃早饭，叔叔让人给你们做了好多好吃的。谢谢叔叔，谢谢叔叔，最好啦。孩子们那么渴望拥有爸爸，我却因为抗拒那晚的事闭口不提，这样对他们也太不公平了。如果我和霍廷和能有未来，他们肯定会高兴的吧。你起来了？妈咪早安。怎么样？妈咪你醒了。昨天晚上谢谢你啊。谢我什么？妈咪，霍叔叔是去照顾你的。就是，妈咪一晚上都拉着霍叔叔的手，睡得可香了。乖，快别说了。乖，吃饭。难道昨天晚上霍廷岳是和沈之言那个贱人一起睡的？不行，准备实施计划。妈咪，你不觉得霍叔叔对你很暖很关心吗？是啊，霍叔叔让我们住到家里，还那么照顾我们，他是不是喜欢上妈咪了？小鬼瑶，你们知道什么是喜欢吗？就乱说。我知道，喜欢就是在一起很开心。不对，喜欢是两情相悦，白头偕老。真拿你们没办法。好了，我去开车，你们在这里好好等我啊。哥，妈咪和霍叔叔要是真能白头偕老就好了。你不用来接我了，我走过去就行了。哎，对了，之前让你调查的事儿怎么样了？事关我孙子孙女，你得多上上心呐。哥哥，那不是在霍叔叔家的奶奶吗？奶奶的东西好像掉了，那咱们快去告诉她吧。奶奶，你东西掉了！奶奶小心！什么？车祸！我马上过去。撞到了，干得不错，一会儿我把尾款给你打过去。但是好像还撞到了孩子们的奶奶。那3个小孩连爸爸都不知道是谁，哪来的奶奶？那人长什么样子？穿得很贵气，好像年纪大概是50左右的样子。霍远集团出来的。什么？奶奶，你还有哪里不舒服啊？我妈妈很快就来了，她是最厉害的医生，一定不会让奶奶有事的。奶奶没事儿，刚才多亏了你们把奶奶推开，奶奶才能安然无恙。不过下次不能再这么冒险了，奶奶会担心的，知道吗？我们知道了，奶奶。您还疼吗？我给你吹吹吧。妈咪说吹吹就不疼了。他们要是廷君的孩子多好，真想快点知道调查结果。朝朝、木木、西西，你们怎么样？
快让妈咪看看有没有受伤。没有受伤。谁让你们乱跑的？你们知不知道妈咪有多担心？妈咪，对不起。你别怪他们了，他们是为了救我才跑过来的。幸好孩子们都没受伤，不然我这心里还真是过意不去。你也别太自责了，一会儿我带您做个全面检查吧，这样也能安心一些。不用了，只是皮外伤而已。被车撞到不是小事，还是谨慎点好。你知不知道，你撞的是霍氏集团总裁霍廷钧的妈，这下咱们可麻烦了。这可怎么办啊，沈小姐，你得想个办法呀，不然我们都得完蛋。这样吧，伯母，您怎么样了？听说您出了车祸，我立马就赶过来了。怎么会这样呢？只是意外，不用大惊小怪。我就是有点轻微擦伤，不碍事。什么意外？我看就是有人故意为之。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伯母，我看今天的这场车祸，分明就是沈之言自编自导的。他雇人撞了你，再让他孩子去救你，这样您就会感激他。一切都是为勾引廷钧铺路呢。这都什么狗血剧情？沈雪诺，你短剧看多了吧？是啊，雪诺，你会不会是想多了？沈医生不像那种人呐。伯母，知人知面不知心，沈之言这个女人一向心机深沉，你不要被她的外表给骗了。今天的事一定跟她脱不了干系。你凭什么这么说？不然为什么偏偏你们就刚好出现在车祸现场，而且你的孩子还能毫发无伤？我就不信有这么巧合的事。你这分明就是污蔑！身为人母，我怎么可能让自己的孩子去以身犯险？对，妈咪很爱我们，绝对不会这么做的。奶奶，你不要听她的话，妈咪是无辜的。好好好，奶奶相信你们的妈咪不会那么做的。沈小姐，你给我钱，让我撞着老太太，好让你的孩子们出风头。这事我办到了，但是我的车被交通局给扣了，这个损失你得赔偿我吧？你说什么？你放开我妈咪！这位先生，你在说什么啊？我根本就不认识你。好，好，好，装不认识我是吧？那这个转账记录你怎么解释？什么转账记录？我从没给你转过什么钱。那这是什么？沈之言，人证物证都在这儿了，你还想抵赖不成？沈医生，想不到你真的利用孩子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你简直不配做他们的母亲。才不是，妈咪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咪，对，妈咪最疼我们了。奶奶不能误会妈咪，奶奶你要还妈咪公道啊！伯母，孩子们小不懂事，但我们不能被他骗了。这件事依我看，就是沈之言知道孩子不是廷钧的，所以才想从您这儿下手，利用您疼爱孩子的心博得好感，进而拿下廷钧，进入霍家，用心何其歹毒啊！我没有，你还想狡辩？看在孩子们的份上，我不想把话说得太难听。你是要自己承认，还是非要让我报警？妈，现在还不到下定论的时候。霍叔叔，你终于来了，妈咪是被冤枉的。对啊，霍叔叔，你快帮帮妈咪吧！谢谢霍叔叔。廷钧哥，我知道你心疼孩子，但沈之言设计伤害伯母已经是证据确凿，你不能偏袒他啊！这些证据是怎么来的，你比谁都清楚。廷钧哥，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我怎么会知道呢？是啊，廷钧，这件事跟雪诺没有关系，都是沈之言买通这个开货车的撞我。现在肇事的车都被交通局扣了，证据确凿，你一定不能轻饶了他。是吗？是啊，是啊，老板，就是这个女人让我撞的人。这是我刚才让韩林调查的记录。你说你的车被交通局扣了，那为什么我们调查了集团外部的监控视频，还有交通局的案情记录，都没有任何一条匹配作案车子的记录？廷钧哥，作案车子的信息可以造假，但这转账记录可是写的清清楚楚，就是沈之言收买的他。你好好看看转账记录上的日期，你们是在侮辱我的智商吗？哦，我知道了，这个转账记录是 PS 的，2月怎么会有30号？把手机给我！我恢复了他删掉的转账记录，这些钱明明是霍阿姨转给他的。奶奶，你看。雪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沈雪诺，你是不是该给我一个解释？不关我的事儿，是他。沈小姐，这所有的栽赃和证据都是按照您的吩咐做的呀，只是时间太紧张了，细节上有纰漏，但您不能把所有事儿都推到我头上啊！你闭嘴！沈雪诺，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伯母，我从没想过要害你和孩子，我只是想吓唬吓唬沈之言。好一句轻快的吓唬，这可是关系到2个家庭4条人命。亏我还那么相信你，错怪了沈医生，没想到你居然联合外人要设计我。把这人带下去，送去警局发落。沈小姐救我！沈小姐救我呀！伯母，是我一时昏了头，但我这么做都是为了霍总和霍家的颜面啊！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已经答应了我和霍总订婚的事儿，但他执意要把沈之言和他3个来路不明的孩子带回家住，外面已经是流言满出，而且昨天他们居然还睡在一起啊！这事儿要是传出去，廷君和集团的名誉都将毁于一半啊！你哪只眼看到我和霍廷子一起睡了啊？今天早上我都听到了，孩子说你一晚上都是拉着廷君的手睡的。你们居然还在孩子面前睡！你们不是妈，不是是什么？奶奶，你误会妈咪和霍叔叔了。昨天晚上只是妈咪做噩梦，霍叔叔来安慰照顾我们。他一晚上都是在床边坐着的。是吗？这您总该相信了。那你的做法也欠妥。你毕竟是要和雪诺订婚的人，半夜往别的女人屋子里跑，算怎么个事儿？也难怪雪诺会误会。我从来就没有答应过订婚的事，也绝不会和沈雪诺订婚。妈，我的事你就不要操心了。我怎么能不操心？这些年你经历了多少风波，才把集团稳定下来？人家大师都说了，只有找到跟你八字天合的人结婚，才能保你平安。我好不容易找到了雪诺，你还不知道珍惜。原来霍夫人看上沈雪诺，是因为她的生辰。真是无稽之谈。沈医生，今天的事我向你道歉，但你也应该明白男女有别，更何况现在我儿子已经有婚约在身了，我希望你能和他保持距离，带着孩子们搬出去。妈，奶奶，你不要我们了吗？是啊，奶奶，是我们做了什么你不喜欢的事吗？没有。妈咪离开了，我们也要离开。奶奶舍得我们离开吗？奶奶舍不得你们啊，如果你们是我的孙子孙女就好了，奶奶愿意你们待一辈子。他们怎么可能是廷启的孩子呢？当年沈之一在后山和野男人苟且，才有了这3个孩子，再怎么说也不可能是霍总的呀。沈雪诺说沈之言是在后山有的孩子，哪个后山？难道是葛家坡吗？沈雪诺，你说的这么真切，莫非你当时也在现场？过了今晚，我就是沈家唯一的千金，好好伺候我姐姐。我怎么可能在现场？我是听父亲说的。哼，当年我可是有不在场证明，想套我的话没那么容易。你当年是在后山，哪个后山？我记不得了。夫人，查到了。什么？快说，这3个孩子到底是不是我的孙子啊？当年侵犯沈小姐的小混混早就到警局自首了，所以那3个孩子大概率不是霍总。知道了。唉，这么可爱的孩子，怎么就不是廷赫的呢？不是吗？我刚才为什么还抱有一丝希望？明明之前亲子鉴定都已经有结果了。伯母，我就说了，这些孩子肯定不是廷奇的，你就让沈之言带着孩子们走吧，你以后会有自己的孙子的。沈医生是我请来的客人，是走是留也应该由我决定吧。霍夫人，我和孩子们会走的。你真的肯离开廷君？我们是医者和病患的关系，本就不会一直在一起。你能这么想，就再好不过了。但我有一个条件。你说，不管你要多少钱，我都会满足你。我不要钱，我希望治好霍总的腿伤再走。我已经为此做过很多努力了，而且之前霍总也在情急之下站起来过，我认为他的腿已经有明显的好转了。这个我作证，当时霍总确实自己站起来了。好吧，我答应你，但也希望你谨尽医者本分。伯母，你不能这么轻易就相信沈之言的话，他分明就是对廷君贼心未死。伯母，你不能这么轻易就相信沈之言的话，他分明就是对廷君贼心未死。雪诺，你吃醋没有安全感，这我能理解，但是要当霍家未来的儿媳妇，就不能失了风范。今天的事到此为止，我心情不好，出去透透气。伯母，你今天差点害了我母亲和3个孩子，就想这么走吗？
庭君哥，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你当我是3岁孩子呢？我给你2个选择：第一，跟沈之言道歉，让他原谅；第二，自己去警局自首。你选吧。我对不起，今天是我不对，请你原谅我。啊？你说什么？我听不见。对不起，今天是我不对，请你原谅我。听见了，但我选择不原谅你。当年的是你使手段逃脱了成才，今天可不行，人总要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沈之言，你是故意的。行了，是你自己去警局，还是我找人押着你去？我自己去。沈之言，你给我等着！真是恶有恶报。孩子们，我们走。今天的事，让你受委屈了。霍总，刚才你也听到霍夫人的话了，我想我们还是保持距离的好。我们也回去吧。霍总毕竟是霍家的继承人，就算遇到这种事，也还是得保持坚强。韩林，你今天听到了吗？他说他跟我是医者和病患的关系，还要跟我保持距离。我之前帮他挡了一刀，他都不记得了吗？谁家病患会帮医生挡刀？霍总，我真是高估你的忍耐力了。不行，我现在就去找他说清楚，我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哎，霍总，您喝多了，你要是现在去了，明天早上起来肯定后悔。不行，我要去。看来霍叔叔心里还是有妈咪的。既然孩子不是霍廷奇的，那保持距离，对我们彼此都比较好吧。不好了，妈咪，霍叔叔受伤了。什么？他在哪儿呢？在他房间里。沈小姐，你来了，那我就先出去了。什么情况？你们不是说霍廷君受伤了吗？心理受伤也是伤呀，快去帮霍叔叔疗伤吧，妈咪。哎，你这3个小鬼锁门干嘛？好大的酒味儿！霍总，你没事吧？没事，我就先走了。霍总，你这是？你在害怕？我怕什么？你的腿又动不了，还能拿我怎么样啊？你的腿能动了！霍廷君，你的腿能动了，我的治疗有效果了。我的腿能动了，你就这么开心？那当然了，你的腿伤这么棘手都能被我治好，那只能说明我的医术高超。就只是因为这个？我是你的主治医生，不是因为这个，还能因为什么？沈医生，你对你的其他男宾客也这样吗？霍廷君，你放开我！如果说我不放开，霍总，你喝多了，我帮你清醒清醒。霍总，我对职场性骚扰可没有感兴趣，想耍流氓，找你未婚妻去。沈之言，你什么未婚妻啊？你知不知道我费了多大的劲儿才把你弄出来？你说你怎么这么笨，搬起石头还能砸自己的脚？哎呀，老爷，你就别说雪诺了，都是因为那个沈之言诡计多端，才害了雪诺。是啊，爸，沈之言现在攀上了霍家，就更得意了，没准以后还得来报复咱们。就凭他，一只被沈家打发出去的狗，还想回头咬主人？当务之急还是得把他从霍家赶出去，不然要是真跟那个霍廷基有点什么，到时候咱们可就麻烦了。你说霍夫人已经调查过那3个孩子？对，幸好我提前让王六去自首，坐实了他侵犯沈之言的罪名，才没让霍夫人怀疑孩子的身世。不过霍廷在听到孩子不是他的时候，竟然也没有惊奇。这就奇怪了，还是说早就知道了孩子不是他的？你是说霍廷俊很有可能已经查过了？你去查一下医院的亲子鉴定记录，看有没有霍廷中的。是。对啊，爸，霍廷中可能早就跟孩子们做过亲子鉴定了。查过了，霍总确实做过亲子鉴定。如果这份鉴定报告是在沈之言那里发现的，会怎么样？你去找到报告结果，嫁祸给沈之言，让霍夫人彻底站在你这边。女儿明白，到时候在各大世家面前把婚一定，这事儿就成定局了。
那沈之言想不滚蛋都不行。让开！我要见霍夫人。夫人在休息，您先回去吧。等夫人想见你的时候，我们会派人去通知的。你算什么东西？也敢拦我？你不过是霍家的一个小小管家，我以后可是要成为霍总的太太。起开！这个沈雪诺张扬跋扈，真不如沈医生。亲子鉴定报告应该放在霍总的书房里。在哪儿呢？找到了！那3个小孩果然不是廷君的。宝贝们玩得开心吗？开心！妈咪，我们下次和霍叔叔一起玩。霍叔叔还要上班呢。谁在那儿？沈雪诺，你在干什么？沈雪诺，你拿的什么？你管我拿的什么？沈之言，在这儿住久了，你真以为自己是这儿的主人了？沈怀忠把你从里面弄出来，没少下功夫吧？你应该懂得珍惜，少干点偷鸡摸狗的事儿。谁干偷鸡摸狗的事儿了？再说了，我偷什么也没你偷人脏吧？你再敢当着我孩子的面胡说，当心我撕烂你的嘴！孩子们，我们走。沈之，我看你还能嚣张到什么时候？伯母，上次的事真的是我无心之举，如果真是我蓄意害人，警局也不会这么快放人呢。伯母，你就原谅我吧，我这么做还不是因为心急，怕廷奇哥落入沈之言的圈套。这话怎么说？有件事我一直不敢告诉你。不用怕，你说。这些是我在沈之言的房间里找到的亲子鉴定报告。所以说，沈之言早就知道3个孩子不是廷奇的。是啊，伯母，而且你看这些资料，有霍氏集团的年报、廷奇哥的个人资料、霍家的基本情况，说明沈之言早就提前调查过霍家，他接近廷奇哥也是早有预谋的。真是人心叵测啊！我看他每天给廷区行针喂药，还以为他是真心为廷区治病，没想到他从一开始就是奔着霍总太太的位置来的。如果他真能跟廷君哥过日子，我也就不说什么了。但孩子又不是廷君哥，沈之言肯定是为了钱，为了把霍家的家产过继给自己孩子，到时候廷君哥只会落个人财两空啊！哎呀，雪诺，你怎么不早点说啊？我原本是想看在姐妹一场的情面上，不想把事情闹开，只想私下给他个教训，没想到害得您和廷俊哥误会我。你就是太善良了，才会任人拿捏。不行，我现在就去告诉廷君。别，伯母，沈之言既然敢来，就肯定想好了说辞，做了充足的准备。您贸然去找廷玉哥，他不但不会相信你，甚至还会影响到你们母子间的感情。那我也不能看着我们霍家落入这种心机深沉的女人手里。那您的意思是，你马上跟廷奇订婚，断了沈之言的念想。那廷奇哥不同意怎么办？他是我儿子，我自有让他同意的办法。来，试着把拐杖拿开走走。沈之言，快把拐杖还给我。想要就自己来拿呀。你，霍总小时候学过自行车吧？要想学得快，就得摆脱对外界的依赖。你是认真的吗？当然了，想快点恢复就得这样。来，你往我这边走，我接着你。没想到他恢复的速度比我预想的还要快。对，就这样，再走2步就到了，加油！你没事吧？哎呀，怎么了？怎么了？我腿
疼。哪里疼？我看看。哪哪都疼，我包一会儿就好了。霍总，请自重，你马上就是要和沈雪诺订婚的人了，被人看到不好。我何时说过要和沈雪诺订婚？如果真要订婚，我更希望那个人是你。霍总说笑了，我是3个孩子的母亲，开不起这样的玩笑。我霍廷金不会在人生大事上开玩笑。不好了，霍总，老夫人突发疾病住院了。什么？我现在立马过去。廷君，我妈到底怎么回事？经过检查，老夫人是胃癌。什么？胃癌？那怎么治疗？要不惜一切代价把我妈的病治好。霍总，我们医院肯定会尽力治疗的，但是您母亲的这个病跟情绪关系很大，尽量不要让她受到刺激。我知道了。妈，您现在怎么样了？廷君，妈知道得了这个病活不了太长时间。妈，妈就想趁着还能动，盼着你跟雪瑶把婚定了。我说过我是不会跟她订婚的。我都这样了，你还说这种话，是不是想把我气死啊？雪诺是我亲定的儿媳妇，你不跟她订婚，跟谁订？那个沈之言吗？没错，我就是要和沈芝芝订婚。廷君哥，你就不要再忤逆伯母的意思了。她现在的身体每况愈下，已经经不起折腾了。廷君，妈没求过你什么事儿，但这件事你一定要听我的。沈之言是万万不能进霍家的。3天后，你跟雪诺在天豪酒店举行订婚宴，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我知道了，我们走。我就说他会同意的，还得是您啊，伯母。妈咪，我们真的要搬走了吗？你霍叔叔要订婚了，我们在这里只会惹人分华。霍叔叔为什么要跟坏女人订婚？对呀，霍叔叔明明喜欢妈咪。宝贝，大人的事不是这么简单就能说清楚的。沈之言，今天是我和廷君哥的订婚宴，你确定不来祝贺我们吗？沈雪诺，有病就去治，我没空跟你玩这种竞争游戏。听说今天父亲要把你母亲留下来的鎏金翡翠镯送给我当订婚礼，你确定不来再看一眼吗？那是我母亲的遗物，我不许你们碰！我不但要带你母亲留给你的镯子，还要嫁给你最爱的男人，你能把我怎么样？沈之言，你认输吧。你们在这里等妈咪，妈咪去就回来。妈咪要小心。老夫人，那边还有些东西需要您确认。好，我过去。哇，雪诺，恭喜你啊，能获得霍老夫人的青睐，嫁进霍家这样的超级豪门。是啊，你这脖子上戴的宝石项链也是霍夫人送的吧？真贵气。霍家对钱一向大方，什么珠宝啊、包包啊，成堆成堆的给我买，用都用不过来。真羡慕。哎，你那个姐姐上次不是挺神气的，今天怎么没来？她怕是看雪诺嫁得这么好，嫉妒的不敢来了吧？让开。哪来的要饭的？走错门了吧？哟，看错了，这不是我姐姐吗？怎么穿得这么穷酸就来了？今天好歹是我的大喜日子，姐姐要是真没衣服了，跟我说一声，我把家里下人不要的打包点送给你穿呢。小人得志，我不需要。沈之言，你别不识抬举了，
雪诺现在是霍家的人，就算是家里下人的衣服，都比你的好。你觉得这么好，你让他送你点穿啊？他就是嫉妒。同样是一个家里出来的女儿，有人能飞上枝头做凤凰，有的只能跪在地上当野鸡。沈之言，过了今天，我就是霍家真正的少奶奶了，而你不过是带着3个小拖油瓶的单亲妈妈，你拿什么跟我比？沈雪诺，我从没想过跟你比，因为我根本就没把你放在眼里。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反正要嫁给霍廷钧的人是我，我不但要让你看着我嫁给他，还要看着我给他生孩子，而你只能带着那3个小孩灰溜溜溜的滚出云城。你敢打霍家的少奶奶？沈雪诺，你不过是耍心机使手段才走到这个位置上的，我沈之言不屑。今天我只想要回我母亲的遗物，你爱当谁家的少奶奶与我无关。一个被赶出门的弃女，凭什么要我们沈家的东西？妈，沈之言竟敢在我订婚宴上当众打我，你个不要脸的丧门星！你毁了我们沈家的声誉，还想毁我女儿的订婚宴，真是无耻！你们沈家，我竟不知道沈家什么时候成一个爬床女佣的了。沈之言，你放肆！当着我的面就说出这么大逆不道的话！你又是谁啊？逆女，连自己父亲都敢不认，真是丧尽天良！你还知道你是我父亲？当初我妈是怎么死的？不就是被你和这个小三活活气死的吗？怎么，我不该说她吗？你住口！我妈一死，你就把她的公司占为己有，侵吞她原本留给我的股份，还听信这个私生女的话，把我赶出沈家，让我流落异国。你摸摸你自己的良心还有吗？像你这种见利忘义、蛇蝎心肠的人，凭什么做我的父亲？你老爷子不是这样的人，他当初可是靠着戚家才上位的。这样对自己的女儿也太狠了！你简直胡言乱语！我今天就打死你个逆女！你看清楚，我已经不是那个逆来顺受、任你欺凌的沈之言了。鎏金翡翠镯，鎏金翡翠镯，退后！你再敢往前一步，我就把这镯子摔了，让你永远也拿不到！不要！把我妈的遗物还给我！这镯子是你母亲的陪嫁，也是她留下来唯一的信物。不想毁了它，就按我说的做。沈雪诺，你到底要干什么？妈，把我准备好的东西拿出来。签了这份协议，保证这辈子你和你那3个小孩都不会再回云城，并且永久放弃沈氏集团公司股份的继承权。原来这才是你今天叫我过来的目的。镯子是你母亲的陪嫁，也是唯一的信物。不想毁了它，就按我说的做。沈之言，6年前你就被沈家赶出去了，理应放弃沈家给你的一切权利。现在我们还能好好跟你谈，就已经是抬举你了。沈氏的股份，你们住的房子，还有现在沈家在云城的地位，哪一样不是靠我母亲给的？你们凭什么把我赶走，堂而皇之的把这些占为己有？就凭你未婚先孕，败坏家族名声！哼，沈雪诺，你是怎么有脸指责我的？当年在后山到底发生了什么？你敢公之于众吗？今天这个协议，你签也得签，不签也得签。那我要是不签，沈之言，这是你自找的！不要！这价值1000万的鎏金翡翠镯就这么摔了，也太可惜了。是啊，这可是世间仅此一见的孤品，再想看到就难了。为什么？我明明什么都给你们了，就连最后这点念想都不留给我。沈之言，要怪就怪你自己不识抬举。沈之言，你想干什么？这里可是霍家的订婚宴。没错，我女儿可马上就是霍家的少奶奶了。沈之言，你敢动我，就是与霍家为敌。你霍家如何？少奶奶又如何？你毁了我母亲的遗物，就该打。沈之言，你疯了！这都是你们逼的，你们把事儿做绝，就别怪我不留情面。
沈之言，这可是霍总的未婚妻，你在霍总的订婚宴上这样对他的未婚妻，你就不怕他怪罪吗？等霍总来了，你就别想走出这个大门了。霍总到！霍廷钧能正常走路了，霍总居然站起来了。之前霍家遍放名医也没能治好霍总的腿，这霍总怎么就站起来了？而且走路也跟正常人没什么区别。是啊，这到底是哪家的名医，医术如此高超？沈之言竟然真的医好了霍廷中的腿。霍总，这个沈之言胆大妄为，竟然敢在您和雪诺的订婚宴上连踹雪诺3次，实在无法无天。是啊，霍总，你一定要狠狠惩罚他。沈之言虽然可怜，但谁让他惹了霍家的儿媳妇？这次算他倒霉。毕竟要跟霍廷月订婚的人是我，他果然还是站在我这一边。沈之言，你这下死定了！今天是我订婚的日子，但要和我订婚的不是沈雪诺，而是这位沈之言女士。说什么？怎么会这样啊？霍氏订婚宴上临时换未婚妻，这可是惊天大新闻呐！您是说，你要娶的是沈之言，不是沈雪诺？没错，我要娶沈之言为妻。霍廷钧，你在说什么？你还记不记得我之前说的？如果要订婚，我更希望那个人是你。我没有开玩笑，我喜欢的人是你。廷钧，我不同意，我坚决不同意沈之言做我们霍家的儿媳妇。伯母，廷钧，你在我的病床前是怎么答应我的？你说你会跟雪诺订婚，你都忘了吗？我答应订婚，但不是跟沈雪诺。我从没想过跟沈之言以外的女人订婚。如果您执意要办这场订婚宴，我不介意让霍家变成整个云城的笑话。都说大富之家出情种，这霍总还真是痴情。你敢骗我？你这个不孝子，你忘了医生是怎么叮嘱你的？你就不怕我气死？廷钧哥，伯母得的可是胃癌，你忍心看她郁郁而终吗？霍老夫人居然得了这种绝症，看样子还挺严重的。妈，你就别装了，我都知道了。你说什么？你串通医生伪造假病历，为的就是逼我跟沈雪诺订婚，是您先骗了我。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沈之言这种女人根本就配不上你，只有雪诺才配当我们霍家的儿媳妇。是啊，姑爷，沈之言未婚先育，水性杨花，让这样的人进你们霍家的门，这简直就是耻辱啊！你胡说什么？霍总喜欢什么不好，非喜欢这种生过孩子的女人。是啊，他怎么能配得上霍总这样的豪门世家？我的人还轮不到你们在这里评说。再敢诋毁沈之言，我让你立刻消失！霍总，不管怎么样，霍沈两家都已经缔结过婚书了，订婚的事怎么能说换人就换人呢？没错，我们霍家身为云城第一大世家，就应该信守承诺，婚书绝不能就这么作废。廷钧哥，起开！那如果是沈家欺骗在先，用假的信息缔结婚书，又该怎么说？什么？用假的信息跟霍家缔结婚书？疯了吧？婚书可不是闹着玩的，沈家应该不会这么做吧？廷钧，你这是什么意思？你看看上面的信息。这上面的生辰八字不是我的吗？怎么变成沈雪诺的了？你说什么？你说这上面的生辰八字是你的？你胡说！这明明就是我的生辰，不是可以问爸妈？对，这是雪诺的生辰，不是他沈之言的。是啊，孩子是从我肚子里生的，我怎么会报错？哼，还想赢？韩林，是。
我们到沈之言和沈雪诺出生的医院调查，发现两人的生辰都被改过。沈怀忠在联姻会上偷梁换柱，把沈之言的生辰报给了沈雪诺。什么？这个沈怀忠为了让自己二女儿被选上，竟然谎报生辰。他们这么做就不怕霍家怪罪吗？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说！我们知道您一直在找和霍总八字天合的人做儿媳妇，所以才出此下策的。这件事没有对外公布，你们怎么会知道？我替他说，因为沈之言就是6年前被您选上霍家儿媳妇。什么？6年前要跟我订婚的人就是你？对，当时我妈只是看上了女儿的生辰八字，怕我不同意，所以还没弄清身份就匆匆订婚。沈之言，为什么当年跟霍家订婚之后你就失踪了？那就要问问我的好妹妹。你自己逃婚，出去跟野男人鬼混，关我什么事？6年了，事到如今你还要污蔑我？当年若不是你给我下药害我，我怎么会错过订婚？又怎么会被沈家赶出去？沈雪竟然这样害自己姐姐，太狠了！如果不是她，沈之言6年前就该跟霍总订婚了。你血口喷人，伯母，不是这样的，是姐姐污蔑我。如果当年的事真是我做的，我怎么还能好端端站在这里呢？是啊，雪诺当时明明是和我们在一起，谁知道这个沈之言怎么鬼迷心窍，跑出去做了那种伤风败俗的事儿。把人带上来。这又是谁？这就是当年欺负之言的小混混，你从实招来。当年就是这对母女让我给沈之言下药，还让我侵犯她。不过当时沈之言跑了，事后沈雪诺怕事情败露，给了我一笔钱让我去自首，把自己撇得一干二净。我说的句句属实，霍总可以去查。现在证人都在这儿了，沈雪诺想抵赖都不行了。沈雪诺，你还有什么好说的？你这个逆女，竟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你这个逆女，竟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爸，当年不是你让我……住口！还敢攀咬我！我今天就替霍家好好教训你！沈怀忠，你别急着撇清关系，我这儿还有些东西要给你看。这里就是沈怀忠、柳爱云设计害死沈之言生母的证据。什么？我妈不是病死的吗？难道他们俩……这就是你母亲住院期间，沈怀忠和柳爱荣给她用的处方药，全是国外进口的致幻类药物。这么大剂量的致幻药，难怪我母亲没过多久就香消玉殒。她走的时候连她最爱的女儿都不认，都是因为这些药物。不是的，我没有。你母亲是病死的，病死的！证据都摆在这儿了，你还想狡辩？我为什么会有你这样的父亲？我妈把所有都给了沈家，都换不来你一颗真心。或许从一开始你就只是想算计他，怪他太傻，识人不清。本来想晚一点再告诉你，但这些人贪得无厌，实在可恨，哄得我妈团团转，还想把手伸进霍家。没想到你们居然是这样的人，背信弃义，卑鄙无耻，阴险狡诈，还妄想嫁进我霍家！来人，给我把他们送去警局，让他们全家牢底坐穿！你们不能抓我，我是霍家的少奶奶，不能抓我！怪我没有早点去调查沈家，才闹出今天的乱子。我还要谢谢你，沈怀忠、沈雪诺咎由自取，总算是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告慰我妈在天之灵。各位，今天的订婚宴取消，都回去吧。妈，结婚的事我希望您不要再逼我了，也别再去相信那些无稽之谈。我有自己的打算。庭君，你真的想好了要替别人养孩子？孩子是谁的不重要，我爱的是之言，也会把朝朝暮暮和西西当做自己的孩子。唉，我们霍家想有自己的孙子，怎么就这么难？你也别太担心，我妈迟早会接受的。我们不用搬走了，不用搬走了。看把你们高兴的。妈咪，你会跟霍叔叔结婚吗？你想让妈咪和霍叔叔结婚吗？想。西西想让霍叔叔给我们当爹地，我也想。
你们聊什么呢？没什么。快说说。你们聊什么呢？没什么。我们说想让霍叔叔给我们当爹地。西西，霍叔叔也想给你们当爹地，这样我们就能生活在一起。霍叔叔每天都陪着你们和妈咪，好不好啊？我还没答应你呢。没关系，那我就慢慢让你答应我。这是什么？打开看看。这是……我找了好多国际上知名的修复大师，才把这镯子修复好。不过仔细看，还是能看到一点痕迹。谢谢你。嘘。哎，孩子们呢？可能是想给我们留一些空间吧。这几个小鬼。那我们……喂，6年前葛家坡后山，还记得我吗？不要声张，想知道6年前发生了什么，就自己来后山。怎么了？我出去一趟，孩子们麻烦你照顾一下。出什么事了吗？需不需要我陪你一起？没事，我很快就回来了。那人难道真是孩子们的父亲？我一定要把这件事弄清楚。沈之言，你来了。你到底是谁？怎么知道6年前的事？6年前，就是在这儿，我给你解的毒，你不记得了？你真的是我孩子的父亲？你终于想起来了。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找你们，现在我找到你们了，我们终于可以一起生活了。我们现在就回去接孩子，我带你们到海城生活。你放开！我不会跟你走的。我来只是想理清真相。你在说什么啊？我是孩子的父亲，你当然要跟我一起生活了。你虽然可能是孩子的父亲，但我们并没有感情。6年前的事也只是一场意外，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希望你以后不要再出现了。你别走，你忘了当时我们的温情了吗？我当时就是这样一把抱住你，你都忘了吗？你不是当年的人。你说什么？你根本不是当年的那个人，对不对？是我啊，之言。你为什么这么说？当年的那个男人受伤了，他站不起来，但你却口口声声说当时是这样抱的我，根本就在瞎编。我记错了，时间过去太久了。那我问你，当时是什么时间，什么天气？你穿了什么衣服？说啊！骗子，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你别走，别走啊！我虽然不是那个男人，但我爱慕你已久。那个男人能给你的，我也能给你。我能给你的更多。只要你跟我走，就有享不尽的福啊！别碰我！别碰我！来人啊！救命！之言，你别跑！霍廷君，你一定要看到！你们，沈之言，你说你乖乖跟这个替身走不就好了吗？干嘛非要来送死？这个人是你找来的，你到底想干什么？干什么？想让你从霍廷中身边消失？不对，你不是被送去警局了吗？为什么会在这儿？你知道我费了多大的劲才跑出来吗？如果不是你，我现在正在霍家好好的当少奶奶呢。沈雪诺，你还在执迷不悟。你做了那么多坏事，霍家根本就不会接受你。不接受我都是因为你，有你在，好事永远也轮不到我。你在说什么？你一出生就是正儿八经的沈家千金，而我不过是一个女佣的私生女，连管家下人都能看不起我，更别说父亲。我只能争，只能抢，这样父亲才能看见我，别人才能看得起我。沈怀忠就是拿你当枪使，你看不出来吗？他利用你和柳爱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把我和我妈踢出沈氏集团，他好把股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你却还在祈求他能看到你，你胡说！只要我能嫁给霍廷阙，我就是父亲视若珍宝的沈家千金，我就是有头有脸的霍家少奶奶。只要没有你沈之言，霍廷阙就会娶我。沈雪诺，你疯了！你赶紧放我走，不然霍廷钧不但不会娶你，他一定饶不了你。
为你是谁啊？沈之言，你看清楚，现在我为刀俎，你为鱼肉，我想怎么弄你就怎么弄你！沈雪诺，你把刀放下！天君哥，你是来娶我的吗？沈雪诺，你别做梦了，我从始至终都没说过要娶你。霍家不是你争权夺利、出人头地的盗版。为什么姐姐可以，我就不可以？你怎么能跟之言相提并论？他的好，你不及1/1000。你觉得他好，父亲也觉得他好，全天下的人都觉得他好。那如果我现在就毁了他呢？是不是就能比过他了？沈雪诺，你不要乱来！沈雨诺，我已经派人包围各仓库，云城的各个出口也都有我的人。如果你敢伤害之言，一定会后悔的。我既然做得出，就不怕后悔。要是你，马上就要后悔。你现在就在这上了他，我要让霍廷中亲眼看着他爱的女人是怎么变脏变烂的，看他还会不会这么爱他。真变态！住手！别过来！再敢往前走一步，我就一刀捅下去。是他。宝贝们，你们怎么来了？这里这么危险，有没有受伤？我们看你和爹地一直不回来，就让奶奶开车带我们来了。妈，你怎么也来了？我儿子儿媳遇到危险，我怎么能不来？伯母，你……沈雪诺，上次我心慈手软，只是治你下药的罪。今天你竟敢买凶绑架，简直是自绝后路！我就没想过后路，我知道自己别杀了沈之言。你恨我，想杀我，可我只是可怜你，一辈子都在看着别人活，争到最后一无所有。我杀了你，杀了你！带下去。没事就好，走，咱们回家。等一下，你干什么？6年前的那个人是你。6年前的那个人是你。你说什么？我找了6年的女人，竟然是你！你是说？没错，6年前后山葛家坡为我解毒的女人是你沈之言。所以说，你才是孩子们的爸爸？这怎么可能？那 DNA 检测报告……对不起啊，老夫人，我们之前把霍总的检测报告拿错了，那些孩子是霍总的。什么？我们不敢给霍总打电话，还求老夫人帮我们说说情啊！我呸！你们医院是怎么办事的？我差点把自己的亲孙子赶出霍家，我限你3天之内关闭医院。都怪我越老越糊涂，差点就错过了这么好的儿媳妇和大孙子。沈之言，你愿意嫁给我吗？在这儿。答应他！好了好了，答应你了。这个不算，我要给我儿媳妇搞个最豪华、最盛大的仪式。你值得最好的。